嗨，大家！今天这集是要改造这一件洋装，我想要做一个比较上身、比较合的那一种设计，胸口这边多一点点装饰，没有口袋，总共有11个扣子耶。它原本有垫肩，然后我把垫肩拿掉了。袖子大概是这样的长度，它已经有一个从袖子口连接到公主线的这一条缝线了，所以它是2块不一样的布料。在说什么不一样？一样的布料，它是2块布料拼接而成的。所以如果要让它的胸线直接贴在我的胸线上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拿掉肩膀这边的布料，我的可塑性好像就又被限制住了一些。这样是不是可以明显看出那一条线？怎么改呢？袖子先拆掉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要怎么改。如果你听到轰轰轰的声音，那就是洗衣机，希望没有太大声。然后我做了第一样版的配衣了，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做了新的纸板，我忘记我是记录在这一集还是我的缝纫日记里面了，但就是做了一个新的而且我还录到没电，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还没剪接到那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整个做这个的过程。如果没有的话，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做了自己的量身定做的这个 body block 之后，我用了这一个纸样做出了上衣的版本，它原本是裙子，可是我想要做的是大方领的，所以就自己做了这个纸样，就用刚刚的 body block 改造出来的。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改良，但是胸围、腰围都蛮合身的了。这个高度 OK。可以再往内缩一点点到这里，我就可以定下这个纸样，然后去剪裁那一件洋装的布料了。前几天有一些心理上的沉淀，然后昨天晚上在睡觉前，就是看到一个观众留言，然后他就第一句话就是说他年纪很大，无意间发现这个频道，然后发现我很年轻，然后也在做跟他一样喜欢做的事情。其实看了蛮感动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听周慧的约定，我就觉得好像我有鸡皮疙瘩，就觉得好像大家的留言就很适时的会把我拉起来，然后继续来做其实我很享受很喜欢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很突如其来的再次谢谢大家。除了这个领口之外，我在想这边可以再抓0.5公分，后面这边也可以再抓0.5公分。隐形拉链这边感觉不错。其实我想要做的是有点像是那个郁金香往下，风铃草吗？还是郁金香？就是往下打开一点点的感觉，侧线很完美，感觉可以再提高一点点。做完这些纸样调整之后，我就可以去剪布了。然后我在想，就把它分成上下2件吧，因为上一集已经是洋装改成洋装，这一集就还是把它改造成上衣跟下摆裙子2件的状态，大概是这里吧，然后一直到腰部这边都可以缩下来。台湾的纸样的纸型设计这种市场怎么样啊？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纺织业一直说自己是夕阳产业，但是裁缝相关的呢，纸样设计啊，台湾的设计师啊，设计产业这个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买这种格子的尺就很方便。这边看起来好像斜斜的，感觉应该要修一下这个一点点误差的感觉。这一块比较短，这一块可以再长一点。做了一些记号，现在就可以把它们全部合并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前面有这个排扣，所以我就不选择在后面加装拉链了。固定缝一下这些曲线，然后全部缝合在一起，然后再试穿给大家看。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还是没有对齐，不管，正面跟正面，后片跟前片直接结合，然后等一下最后再来修这块，还是现在来修好了。再来修一修。我还在想这块布料这么的轻薄，会不会不太适合这么做这种很像西装背心的东西。不错，试穿第一个扣子不小心被我拔下来了，很合身耶，侧面、正面，不错，很合，而且剩下来的布料好像
还蛮够做裙子的，我觉得不错，还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边有点小泡泡，然后公主线显得太侧边了，应该要再往前面一点。之前上课的时候，那个助教拿了一大堆免费的缎带来，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的耶。现在想想就觉得老天爷对我还是很好的，给我一大堆天使，送我一大堆礼物。Treasury 礼物有没有？我觉得很搭哎，这个感觉就是有点皱皱的。然后再用滚边条收边，袖子也是用滚边条收边，然后下摆看是要不要再做这个，还是如果这样太多就算了，就直接往内翻折收边就好了。刚刚想了一下，好像不用用滚边条诶，就直接就是正背面跟背面缝起来之后烫到前面来，不知道有没有看懂？再缝一条白色的线就好了，好像比较简单。好。然后剩下来的布料，打算就直接做滚边条来收袖子的口，来做个小小的抓皱。我可以先用这个锯齿剪刀，就不用特别收边了，它就不会自己掉下来。然后这样子来缝，耶！我们颜色线应该都没关系，因为到最后就是会藏起来。缝好之后，翻到正面来，然后在上面再固定缝一条，应该就可以了吧？希望不要太难看。宁可它上面这边厚一点，也不要让后面这个露出来，这样应该比较好看吧？自己觉得。肚子饿了，几点了？5点了。OK， 这条缝完我就要去煮饭了，剩下就明天说，明天再说呗。比较早吃完晚餐，太阳下山之前，赶快来录。刚刚做了这个缎带条，然后也已经烫好了。现在就是把袖子口用滚边条收起来，然后下摆的部分我也收尾了。这个地方因为它原本已经有排扣的衬布，我就直接让他们就是反翻过来缝了这一段之后，把它反翻到正面来，然后把剩下来的往内翻。这边本来有个洞，但我把它用之字形修补起来之后，现在应该看起来还好。耶！这个头跟尾我都留了大概1寸的长度，然后缝到底之后呢，我要尝试一个斜角拼接，或怎么弄？印象中是只要这样子对齐就好了，就是抓一个直角出来对齐就好了，这样吧，应该就是这样。好，直接缝缝看，把针长调短一点，就不用回针了。有吗？好像有哎，然后拉开，哇，就等于拼接完了，不错不错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现在有点昏暗的感觉，但它就是跟拼接的时候一样，就是45度角斜边，放90度来缝，这样，耶！然后再往内折，然后再缝过去就好了。这样上衣的部分就做完了。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刚刚把裙子拆下来的部分再别回去了。如果当初在裁剪上衣的时候直接划一刀切过去的话，我现在就不用做这个动作了。但我那时候还没有确定下半身就是要做成裙子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可以全部打开看看有多少可以运用。所以现在就是只是把它复原而已，然后车边机等一下车一车，它就会变成一片裙的样子。好的，接下来把这个角落切齐，我就会跟上衣一样，就全部之字形收边，然后这边来操作给大家看。收尾只要有类似像排扣这边有一些衬布在里面的话，都可以这么做。然后收边看起来也会比较利落一点。稍微收齐了之后，布衬的正面对上外裙的正面，然后再缝边这边这样子对齐下摆，就把这边这样折起来，沿着缝线哦，不是下车缝的线，然后缝在1公分的地方，然后就可以车边，就直接这样子翻到外面来，当当，干净利落。等一下烫过之后会更漂亮。就这样子，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好了，刚去烫完了，现在就是直接看着正面看着背面都没关系的收尾。我
我刚刚往上烫了大概1公分，所以现在就缝在1公分之内就好了。对齐1公分的线，然后把针往右边调一些。刚刚把腰围这边先裁齐了，腰两侧会比较低一点，就先在上缘这边先固定缝，因为我后来发现拉扯之后会变形，因为它的布料的特性，所以我先固定缝在上缘这边，大概0.5公分的位置固定一下。我其实还有袖子的布料，打算拿这个来做它的腰带，然后腰带我想要做比较细一点的腰带，加上缝份的话，我想大概3寸宽左右，然后长度就是腰围再加缝份跟重叠的部分，所以保险起见也是再加3寸，直纹切会比较好，这样子，因为布料方向是这样。3寸是不是不用到3寸啊？如果我想要的长度是3/4寸，6/4，为什么要用这个单位？好烦哦！3/4，6就是1.5，然后再加缝份2.5 ，OK， 就是2.5的宽度。然后再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就好了，应该够吧？都没有测量。这边有17×2，18×2，好像已经够了耶。角落修一修，等一下把它烫一烫，然后就可以烫上布衬。烫布衬的时候，我刻意让它抓出一个就是熨斗烫过固定的状态下，慢慢去调整，所以它现在有点弧线型，这样会比较符合那个人体的那个工学。我是用1寸宽的布衬，然后在对齐中间，然后让它在对折的地方稍微碰到一点点，这样会有助于它就是定型，上面的边缘会比较好看，所以上面大概有0.2、0.3公分，然后等一下我们缝的地方，我要缝的地方是0.5寸，所以也会有一些0.3公分左右的布衬会被吃到，这样子会有助于它定型。然后我之前上过的缝纫课是说，布衬最好是贴近皮肤的那一层，所以等一下呢，这个是在里面，然后这一层是在外面，这样子。好，就可以把它接缝上去了。刚刚在前面排扣的这个地方，我也烫了布料双面胶，所以它的衬布就不会飞起来皱皱的。开始跟结束的时候，都把一部分的缎带条往内一点，这样子。然后等一下这样缝过去的话，再往上翻折，它就会帮你制造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翻折的无痕的接缝感。OK， 然后我们就这样直接这样缝0.5寸的地方。我突然想到，我犯了一个错，我没有量腰围啊，我没有把它做任何的装饰啊，好笑。我还以为就这样结束了，真是晕了我。我要去吃午餐了，已经2点。我原本的想法是要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叫什么？哇，血糖太低，什么都想不起来。先让我吃个午餐，马上回来。大概做法是这样，我画了6个1寸的记号，然后呢，现在1折到3，然后在2这边会被藏起来，这样。然后4呢跑到6，大概是这样子。现在在看着布料的背面，缝一个直角1×4英寸，这边是1，然后这边是4。早安呀，又是全新的一天。昨天晚上因为灯光太暗，我就没有继续录，但是我把原本说的那个腰带的正面先缝合起来了，看得出来吗？本来想说两边的圆头都要做成像这样子，就是先把一部分的缝份往内折，但是它们重叠的部分其实蛮少的，大概就只有0.5寸左右，所以我这边多留了2寸，有1.5寸是要做closure， 就是把裙子上面腰围收起来的那个东西。现在已经是正面对正面缝在上摆这边了。等一下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沿着长边折下来这边，然后往内把缝份塞进去，可以多留大概0.1、0.2公分，就是比原本的这个宽度还要再多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大头针固定，可以确保我有抓到每一块布料，就可以看着正面哦，然后缝在这个接缝的凹槽的地方。其实真的需要的就是只有耐心而已，没有什么技巧哦。还有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本来
想说要一直做打折设计，然后后面做松紧带嘛，可是后来发现真的差太多了，再这样打折下去就变成百褶裙了，所以我决定把后面那一块后片拿掉，然后把2块侧片缝在一起，这样整个就变小了。然后我也把原本的打折设计原本做了6个，拆掉了1个，所以现在比较刚好，所以还有多1块布料，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再做第3件衣服，还蛮厉害的，一件裙子可以做3件。好，那我就可以开始行动啦，把它们长边对长边，正面对正面这样子缝在短边上这边，再反翻。那怎么确保一定有吃到它后面这块布？就是直接从这里的我们要缝的地方直接扎针下去，看有没有吃到，这样子就是有就可以。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小误差，但没关系，没有差太多就好。甚至用手缝也 OK， 真的就是贴在那个接缝的线上缝，完全看不出缝线的痕迹。好了，扣子已经缝完了，但是我找不到我的那个勾勾，所以我决定用这个纽扣的方式把它放在这里，然后里面再放一个安全钮在这里，所以是会跟这里相反，所以扣子会缝在这一侧的里面，然后扣子孔、扣眼会放在这一侧的里面这边，然后外面这一个就用小扣子这样子捏起来的这种。我来选用个59号、57号好了，57，然后这个下来了，这个搬下来，试缝了一下，觉得可以把它调得更细致一点。开完扣眼，然后在对齐之后，我会在这边画一个记号，就知道要在哪里缝扣子了。然后最外边这边就是缝这个扣子，这个。我想要在臀围以下这一段做盲针缝，就是至少让它吹风或者是坐下来有一个角度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曝光的可能。大概就是缝大概25公分、30公分。盲针缝我选这个，就是会抓一点点旁边的布料，然后再又回来缝。经过扣子的时候就小心一点，抓一点点左边的扣子在这里。经过扣子的时候就用手动轴慢慢的过去。好，没事，过了。有没有都抓到一点点，然后翻到正面也不会看到，这边打不开了，盲针缝，所以前面也看不到任何痕迹，就到这里。然后这一件旧衣改造就做完了，觉得还有很多纸样设计上面的技巧可以精进。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件改造应该算成功了吧？感觉里面可以搭一件平口的上衣，或者是透肤的白色衬衫。如果把它做成松紧带的话，好像也可以把衣服扎起来，做出一个比较连身裙的感觉。但如果穿低腰的话，好像也有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这一套如果分开搭配，上衣配牛仔裤，或者是白色的短 T 恤配这一件裙子的话，感觉都还蛮好搭的。如果穿整套出去的话，感觉也蛮适合陪你的朋友去做结婚公证，有点正式，但是又有一点点个性的感觉。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下面帮我留言跟我分享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频道这一部影片的。你是手作职人吗？还是你退休了想要找点事做？还是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本来就有兴趣，但是做的不喜欢的工作，所以看这种影片抒压？那么今天这一集旧衣改造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